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以巴的状况哦。美国喊停了吗？现在拜登讲说，呼吁以巴和平共存，危机之后应该要实施两国方案。我们为什么要 quote 起来呢？就是因为这两国方案又不是美国先提的，早在这个大概2周前吧，10月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已经提出两国论了哟。那我们好，先来看看拜登的讲法，他是说呢，以色列跟加萨的危机应该有一条这可以通往和平之路，包含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可以变成各自独立的国家，而且让以色列顺利融入阿拉伯邻国当中，这不就是中国大陆原本讲出来的吗？那时候王毅这个也有提到这个，就是用两国论来回应以巴冲突。舒默很不买账，说很失望那时候还指责说这个当着习近平的面说你中方怎么没有去指责去谴责，就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去谴责巴勒斯坦嘛？那时候都有很多的新闻。那我们看看当时王毅就讲说，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冲突唯一的办法。那舒默他本身也是民主党的我强烈要求您跟这个中国民众能和以色列人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半个月前半个月后怎么又回到了原点？美国也是还不是要回来讲这个两国论吗？那我们看看这个华尔街日报有讲到，这个以色列同意美国要求暂缓进军加萨。美国的官员指出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还有沙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部队正在紧急部署，总共10套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那现在目前美国已经说服了以色列暂停进攻加萨，至少等到这些飞弹防御系统都就绪那这个系统呢最快会在本周稍晚可以完成部署这个缓兵之计啦，应该是这样说。那我们看以色列现在大军按兵不动，有一个消息出来说，他现在已经集结了数十万的地面部队但是说这个倒数24小时到现在已经2周时间过去都还是没有动作。金融时报揭露出来，他说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是气头上嘛，他就说要进去加萨，然后可是呢美国就问他说，那你的善后计划是什么呢？结果呢以色列说还没有想到说他要怎么样善后他说那你不就进得去可能出不来啊。所以美国对于以色列缺乏计划感到抓狂这才是他们按兵不动的原因。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只是想着可能赶快就是回击，可是美国问他说你后续方案是什么，以色列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么远以后的事情，所以美国才帮以色列踩了刹车。那我们看看现在美国还要制定中东的大规模疏散计划因为他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一些军事据点最近都遭到了一些袭击，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计划要从中东这边来陆续撤援。那现在美国的停火方案感觉上面好像跟其他国家主张的，比方说像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主张的停火方案还是有一些不同。英国、澳洲跟美国都是呼吁暂时停火，然后让人道的这些物资进入加萨。可是你看布林肯讲说，如果完全停火的话，只会让哈马斯得利那中国大陆这一边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军讲的是，美国的提案有点混淆基本是非不用明确的语言来呼吁立即停火。也就是说，停火只是一个暂时，而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希望赶快回到这个两国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来看看美国其实对于一些中东的媒体也有一些干涉吗？那因为他们布林肯有要求卡达降低半岛电视台涉及以巴冲突报道的音量因为说含有太多这个反以色列的内容。那消息人士讲说，这布林肯会见美国犹太社区的领导说，他本月稍早时候要求卡达应该要做出一些相关的限制，因为他说这些报道充满反对以色列的煽动性内容。然后呢，后来布林肯好像这个布林肯方面也有在补充说，指的是阿拉伯语的频道，而不是大家一般看到的就是英语版的这个半岛电视台。但总之他们就觉得说应该要降低这些相关站在以色列对立面的一些报道。但是另一个画面让大家也觉得有点紧张就是在叙利亚的某个地方有他们所谓的抵抗轴心正在举行峰会，包含了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袖，还有哈马斯的这个创始人，以及真主党的领导人，他们坐下来在这个地方，3人还联合声明说，在这个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其他的行动才能够制止加萨和西岸
被这些人民被压迫以及残酷的攻击，还扬言会取得胜利哦。所以哈马斯的这些战士有另外一个消息说，这是《华尔街日报》讲，是不是之前有在伊朗先受过一些训练？这是知情人士的一个爆料，他说有看到500名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的战士，就是哈马斯啊，是不是在这个攻击突袭以色列之前有受到一些战斗训练？但是美国的官员是反驳，他说的确，以色列伊朗常常训练一些激进分子，但是没有看到在以色列被攻击之前，哈马斯有进行大规模训练的一些迹象。那伊朗的防长提到，敌人如果犯了任何错误，他们将会有力的回击，比方说入侵或是侵犯其他国家的边界这个他们一定会做一些强力的回击。那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跳出来讲了一句，现在目前为止被外媒定调说是最重的话，他定调说哈马斯是解放组织，而并非恐怖组织他说他们是要保护他们领土和人民的安全的解放组织。他说以色列对于加萨的行径才是史上最血腥、恶心、野蛮的攻击所以他算是目前为止讲的，就是被外媒定调说最站在哈马斯跟加萨立场的一番言论。那所以现在加萨民众因为接受了2个多星期，有快20天的这样的轰炸他们就现在有些人的心情转为悲愤，就说就让哈马斯继续战斗吧，哈马斯也许才能够保护他们，也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还有一些哈马斯特工他们这个说这2年来都是靠着传统的电话来策划攻击，避免被以色列的监听，所以才有这次发动的突袭。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我觉得其实这2天讲话最就是正义直接的是2个人，一个是巴西的总统鲁拉，还有一个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鲁拉最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因为在上个礼拜他有提案，巴西提案谴责哈马斯，释放人质，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要的，停火运送人道物资，连法国、日本都赞成，中国也赞成，美国一票把它给否决掉。所以鲁拉说，现在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现在也不是战争，因为现在是种族屠杀，而在里面，你明知道你的轰炸会造成就是绝大部分平民百姓的死亡，现在到昨天为止整个死亡的人数在加沙地区6546人，各位，光是昨天一天就死亡755人。我每天来看这个数字的增加。那鲁拉说，这里面至少2000个是儿童。当你明知道你炸弹丢进去，你炸的就是平民，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不成比例，这已经不是自卫权，这已经是种族灭绝。然后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说了，他说，其实这个哈马斯的袭击不能成为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正当理由。而哈马斯的袭击甚至是事出有因，因为在加萨地区，从1967年以色列从埃及那边夺回占领，然后呢，到2005年让它整个变成加萨，然后把它关起来，变成世界最大的监狱。这56年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巴勒斯坦人已经忍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所以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才会说，他们是抵抗组织，你知道，他们是解放组织。但这个当然不是在说他们在10月7号的那个攻击是对的，但是你不可以拿这个理由来去说这是自卫权。美国还把6个国家，西方6个国家，还好日本没有参加，他也知道这6个国家是跟着美国，这6个国家里面犹太人影响力很大，尤其在美国、英国。然后说我们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最后带个小尾巴，希望减少平民的伤亡。所以昨天当俄罗斯又再次提案的时候，美国又把它拒绝掉，说我们要暂停。什么叫暂停？暂停，东西送进去，你继续打死人。那当然，中国、俄罗斯说这个完全不能接受，这等于是这个背书你的攻击。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国际政治就是会有刚才永明兄讲的那些悲剧任何一场悲剧或者任何一场战争它都会有它的主线跟支线。现在就是说，
国际上的声浪大部分都同情这个巴勒斯坦，那大部分都支持巴勒斯坦。可是问题又说回来，这些都相当于啦啦队没有进场的球员。你说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讲的这个非常的严厉，土耳其会不会派兵进场？不会。他会不会去援助哈马斯？不会啊。那联合国决议通不过，现在就是主线在哪里？包括伊朗，基本上也是嘴巴讲一讲了哦，设立内人，他会派兵吗？也不会。所以有这种情形的话，中东战事不会扩大，不会扩大的话，哈马斯就怎么挨打哦？我们先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然后如果说不能够像那个马里乌波尔一样把老人、小孩、妇女撤走，就会很大的伤亡。这一点啊，因为这个哈马斯的攻击啊，速度很快，以色列没有想到，以色列征兵要攻击，也没有想到这是事后的事情。所以美国人讲说你都没有善后的准备，这是对的哈，因为包括哈马斯也没想到要怎么善后啊，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善后，那竟然没有想到善后，就表示这个战略的设计是有盲点的，有盲点的话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这个会不断的出现。那就中国的立场来讲，你可以看到说，他也调整得很困难。一开始主张两国，这两国论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啦。两国论就是联合国早就通过了，但是一直推不动啊，很多原因推不动。那现在拜登也讲了，中国讲，拜登讲，就以为推得动吗？还是不会，还是推不动，因为里面的困难度啊很复杂。除非有人能够把以色列打趴了，要不然的话，这个方案会有困难，或者说能够要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不再采取这个攻击行动，或者说否定以色列存在的政策，这两个是有点的麻烦哈，所以看看各国能不能两边都劝和吧。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一定会一决死活，那老百姓就会倒霉哈。有关你苏莫访问中国，就是一个经典的，可能也是他给中国很大的压力吧，所以变成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跟以色列外长通电话的时候，也要开口承认以色列有自卫权，只是要用人道方式来处理。这跟中国网民大部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因为你今天承认的以色列有自卫权，以色列就有法律依据可以进攻加沙。这是两个合而为一的。那要注意人道主义，当然刚才永明兄讲说每天死多少人，你要期待以色列会很仁慈，这个可能是缘木求鱼的哈，所以我们可能看到悲剧在发生。然后苏莫本人是犹太人，他当然应该了解到美国的犹太人的祖国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国啊。所以他当着这个王毅面前呢，要求说谴责哈马斯。中国怎么可能谴责哈马斯呢？因为就很多的舆论现象来讲，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绑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只看到一个情形：第一个就是讲话很严厉的人手脚都不动。第二个，想要撮合的人找不到机会；第三个，以色列背后的那一个所谓 G6 就是扣掉日本以外，支持他的力道还是非常的强大。那哈马斯目前是补给不足，所以不管在这种补给不足的状况底下，他会处于一面挨打的弱势，这真的是无可奈何。好，请教将军。这以色列的报复比目前已经超过了4倍了，因为现在以色列的伤亡，包含平民百姓，还有以色列的军人，总共达到超过1500人。但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区的这种无差别、无差异的全面的轰炸，还有这种攻击，已经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已经超过6500人，它报复比已经超过4倍了。按照以前我所计算的是4倍到20倍，但是最起码它已经到达4倍。换句话，死掉一个以色列的儿童，但是问题是巴勒斯坦就死掉了4个儿童以上，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时间点呢，我认为这个正当性会随着时间越久之后，以色列的正当性呢会逐渐的消失，因为它是无差异、无差别的全面地毯式的大轰炸。你看死了多少的都是平民百姓，因为这些哈马斯组织的人呢，他很灵光的，他已经渗入到地道里面去了，他已经化整为零了，不见了，他杀死的都是老百姓，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透过这些媒体，透过这些电子的讯息，这些资讯都会传播出来，所以这个时间性呢会对以色列是不利的。那第二个，这些
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呢是难以分辨的，因为哈马斯它只是个组织，它不是个正规军，所以他看不出来，连那服装都看不出来。不能说你长相像这个哈马斯就是哈马斯了，这个很难去分。以色列也难以分，那他就说全面的这种屠杀这种状况，所以这个世界国际反以的声浪对以色列这一方面的要求，会随着时间会给以色列更大的压力，这想而见之的。就让以色列是拿不定，而且以色列如果这个在地毯式轰炸完毕之后，要大军进入加沙做地面的扫荡，他未必能够占到非常大的便宜，因为下面提到有没有机关，有没有地雷，有没有鬼雷，有没有暗器，这个都很难说的。这样的话，以色列在军事上的作为，他占不到多大的便宜，所以他现在犹豫不决，到底大军要不要挥入啊？他在筹措再三。最后我们看那个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他在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同情巴勒斯坦人了，因为巴勒斯坦毕竟伤亡太多，他对以色列这方面的无差异的这种军事行动大肆的杀戮，他有一些讲法。当然以色列会不高兴，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毕竟在这个以色列如果继续无差别轰炸，毕竟有战争罪，有人类罪，所以这一方面以色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王毅明天要跟拜登见面啦，也代表说这个 APEC 的习拜会是不是又迈进一大步哦？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就是终于证实了这一次拜登会跟王毅见面。本来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都只有讲说布林肯跟苏利文会跟王毅碰面嘛，那这样子王毅如果见到了拜登，代表习拜会就不远了。那在王毅访美之前呢，习近平也释放了一个讯号，说愿意跟美国妥善管控分歧哦，也是向这个中美关系全国的委员会年度的宴会来致贺信哦。他讲说会本着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些方式来共同控管分歧，因应全球性的一个挑战。那这一次呢，其实习近平也有见到这一位加州州长纽森。那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其实他也有一些呼声哦，就是因为他民主党嘛，所以也有人说，是不是下一任不要是拜登，由纽森来选这个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也是有一些在美国政坛上有这样子的声音哦。那其实习近平跟他碰面也算是对比起来，跟上次的布林肯啊，或者是跟舒默比起来哦，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看，他这一次其实跟纽森哦也是蛮亲近的哦。那可是以前跟这个布林肯见面的时候是大桌子这样坐着，然后布林肯在这边好像在听这个习近平讲话一般。那跟舒默见面的时候是坐在这个对面哦，感觉上面也是挺疏远。可是呢，见比尔盖茨的时候是小桌子毗邻而坐，那见习近平的时候，甚至见季辛吉的时候，甚至习近平还去搀扶着他，一个老朋友这样的一个姿态。那纽森在10月25号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是铺上了红地毯哦，而其他的高层领导人也是非常热情的欢迎。他是从2017年以来首位跟习近平会面的美国州长哦，所以是不是代表着中方也是希望，有没有可能他会变成下一位的美国总统？所以现在先建立起更良好的一个关系哦。那加州州长其实影响力是很大的，你看看这一位纽森哦。民主党籍，还是裴洛西的远房侄子哦。他是在2023年的10月接受民主党内的委派，参与2024这个总统大选哦，要来挑战拜登，所以的确是有他的机会存在。不过另外一位也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的人，阿诺·施瓦辛格，大家有看这个好莱坞电影的话，对他不陌生哦。他之前也是担任加州州长，他现在也是在讲说，他也有意要出来选哦。他讲了一番话，让我觉得很触鼻。他讲什么呢？他说美国需要年轻的新血，这一次呢，总统参选人的年纪都太老啦。拜登80岁，川普77岁啊。他说：“我希望美国会有一些真正的年轻新血，我若参与的话，将会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但是他76岁，就是好像没有差很多呢。他怎么跟川普也才差1岁而已？我是看不出来这1岁能够年轻到哪里去啦。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只是疑惑啦。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中美企业现在在美国来签订大概10月份的农产品的贸易合约那他这个代表团在23号的时候在美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价值数十亿元，包含像大豆农产品为主的一些合作备忘录。谢峰有讲到说，下一阶段中美还有一系列的高层交往希望中美可以不要再对抗啦，相向而行要有这个破茧成蝶的战略勇气，需要有这个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希望中美能够春暖花开不要再对抗了，对世界都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议员，是不是美国一方面就两手策略，一方面在打压，一方面又在改善关系？美国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又跳出来说，山东跟辽宁2个省的海鲜进口什么有侵犯人权的疑虑，希望能够禁止这些加工的海鲜进入美国市场。还有呢，辉达的晶片，本来美国商务部说，禁止辉达就是那个为中国大陆的做的特规的晶片呢，是11月16号才限制。结果辉达黄仁勋就讲说，已经收到了，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提前生效。季辛吉现在就非常忧心就是说希望当然是可以相向而行他说如果中美不和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毁灭的消息我们来听听。The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depend on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bring peace and progress to the world. And they also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destroy the world. 好，首先请教杨老师。王毅现在应该人在华盛顿了那要见就是苏利文、布林肯，不知道拜登会不会见他了现在很清楚，大概习拜会在旧金山的 APEC 高峰会11月18号会举行。那我们就要看习拜会除了谈中美关系、台湾议题，还有就是现在正在中东大家关注的以巴的问题，这当然都会成为主要这2个大国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要讨论的议题，大家也都在关注。不过我觉得是你要看的是这次是王毅去，而谁没有去？也就在习拜会之前，本来以为何立峰也会去，或者是比王毅更早去，因为中美之间一直都是有贸易战、科技战，对不对？关税，然后科技的管制，有许多这方面的何立峰主管的议题。也许彼此之间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默契然后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小组？那何立峰去了之后呢，让这2位这个领导人能够再更进一步的往前走。现在看起来没有了。第一个，何立峰不去了，所以呢，王毅在政治外交层面，中美之间要去建立互动，我们都不要讲互信了，互动，一个高层互动的这种惯性跟护栏。但是呢，经贸科技的层面，我觉得这已经结构很清楚，彼此的竞争甚至对抗。你看10月17号，美国还是进这个 AI， 我们这边也提到，23号他就提早对辉达下令，不可以再卖 AI 的晶片 A800、H800给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商，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何立峰没有去，已经没有办法谈到这个东西，很清楚代表中美之间还是一个美国可能是最关注的，甚至比俄罗斯、比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更关注的美国跟中国的这个2大的这个竞争，而它的竞争关系其实没有改变，那只不过是双方的这个习拜会呢建立一个护栏，所以我们对习拜会可能要从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纽森他是做过旧金山市长，他做过加州的副州长，他做过加州的州长，2019年到现在，那学历不是很显赫，但人长得很帅 ，OK， 然后呢，也都是在加州，所以他不是东岸的政治精英，甚至不是东岸的这些精英的学校出身，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上是比较特殊的。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就是说民主党他看起来非常自由派嘛，56岁，所以也不是年纪很大，应该算年纪轻的。那他在很多的议题上是相当自由派。那最被他批判的就是加州这一阵子非常严重的零购物，还有呢那个街友 homeless 的问题，都是在他从副州长到州长的时候，虽然有一些是加州的议会通过，可是呢，他这个议题当然要带到美国，碰到那些保守派，碰到中西部的时候呢，大家会非常的质疑，
你要把美国带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当然这代表可能是新美国，我们不知道，也许当下一任不知道24年，我觉得他是没机会了。但如果24年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这两位你都难以想象他们会把美国带往哪里去，对不对？尤其拜登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他就是跟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德桑提斯。现在美国大概都看好下一组这个相互竞争的这个人马，可是呢，牛省的确会不会走出一个新美国的道路？那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次呢，所以大家才会关注他整个过程当中去了好多地方，最后跟习近平见面。好，来问郑源哥。大陆对于美国的加州州长 Newsom 当然用很高规格的一个待遇那有几个重点，就是说 Newsom 可能是现在美国政坛上面第一个访问中国，而且不受到反中仇中政客的批判的一个人。这个在过去如果其他人跑到中国大陆访问一定会被美国媒体修理得很惨。但是 Newsom 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事实上美国的媒体是持肯定的多于什么批评，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出说某种风向在转变。Newsom 利用了这个机会，跟利用他个人特殊的角色跟身份，因为他这一次仍然会出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初选就假装因为只有一个拜登选不太好看，所以他们民主党就决议说那兄弟你上场假装一下，假装一下陪选等于陪跑员这种教练的角色，有可能真的是他。会真的知道吗？万一拜登出状况，吓大家。常常有些人陪着陪着就是自己上了，真的跟演戏的一样，对，女配角被女主角，对，他是被派出来陪选那因为各方面表现虽然有一些质疑，有一些争议，但大体上民主党好像也没有其他人选更适合啦。所以刚才杨明兄的判断是对的，他56岁，就佛罗里达州长也50几岁，他们可能是下一轮的一个 forerunner 吧所以中国特别对待他，刚好在掌握这个气氛。季辛吉已经100岁了，讲话还那么清楚，脑筋还那么清楚这个真是很难得一件事情但是季辛吉讲话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的政要很少人听上一次季辛吉的明白警告，不可以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要去想办法处理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争端，不要让乌克兰走偏锋。他讲的话，美国白宫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他今天讲说，美中不和，担心世界会毁灭。你说白宫会听进去吗？我不认为那至于现在中美关系看起来好像互动频繁，春暖花开。我的感觉，我的判断是春暖，但是花永远不会开，因为两方面的竞争会随着各种议题越加的激烈。现在只是因为拜登要竞选连任。那来自华尔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而且美国经济状况现在问题很多，所以他必须要在某些方面放手。那大陆也不要以为现在拜登这个示软就真的，今天想要跟习近平见面，明天想跟王毅见面，就好像他跟中国大陆示软，不会的。美国只要下一次总统选出来以后，他就马上变脸中国这方面要想办法注意一下。好，来问将军。这个中美关系要去解封解冻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我认为时间的压力，因为美国明年就要总统大选，所以拜登面临连任的压力，他时间上对他来讲是急迫性的。而且在拜登这3年多的任期当中包含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也包含了乌克兰战争还没办法结束，现在以巴冲突又在那么如火如荼，所以他变成。他在这个国际的这种外交，还有这个区域的争端的这种处理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搞不定，而且还在 ING 进行中，他怎么样去收单？而且明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他要面临他要连任连任要敲出成绩单。那换句话说，下个月11月18号在旧金山所开的 APEC 峰会，对这个拜登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希望他们能不能扭转这个颓势。所以跟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呢，它是不是有一些解封，关系上有一些解冻，有一些慢慢春暖花开有这个状况。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在这方面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我们从经济面来看，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33兆美元的国债，压力是非常的大。
那现在中国大陆为了保持人民币不要贬值，一直抛售美债，那抛售美债造成美国更大的压力啊，那美国不得不升息啊，叫你不要抛售美债，所以压力这个经济的压力，美国所面临的也非常的大哎，而。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你好，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来看赖清德夸这个蔡英文哦，他说啊，蔡英文的建树有目共睹哦。他说他会在这个基础上面继续来推动国家希望工程，继续推动缩小，比方像是公私立的学费差距啊，还有针对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的额外补助哦。可是今天同样的在新闻上头，大家也看到了，主计长朱泽民讲了一番话，说，哎呦，我们的贫富差距是10年的新高啊，政府的责任很大。吃了诚实豆沙包哦，因为这10年新高里面8年是蔡英文哦，哇，那你还说什么要缩短这些什么公私立学费差距、中低收入户的一些什么补助，看起来不好嘛？你还要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推动，恐怕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另外，因为选举快到，大家在关注哦，中选会这时候跳出来啊，他说哦，现在有境外势力在介入哦，那所以中选会现在正在演练，就是说首度模拟这种遇到恐吓的情况，就是在开票的时候，如果遇到恐吓的情况，应该要怎么办呢？已经开始在假想或者是放出一些这种讯息哦。那其实中选会的不中立啊，一直以来都有耳闻，比方说，去年李进勇还可以出席蔡适应的活动啊，那你是去站台的吗？中选会你当然要中立一点啊。还有9合1选举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在讲说，为什么确诊者不能投票啊？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啊？其他国家也都可以投票啊？他就说，这个是依法行政来保护这个投票权的人。那时候就被人家诟病，因为呢，就是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民进党的执政很不满嘛，你怎么只让我们打高端，你怎么把疫情搞成这个样子，一团糟哦？所以确诊的人当然特别有感啊，所以当时就被人家质疑说，你是不是刻意不让确诊的人去投票？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再来，我们看连国安人士都跳出来说，现在真的是有境外势力在做一些认知作战，比方说我们节目不是有讲到这个黑色战旗吗？他说，中国大陆的媒体这是在认知作战，这黑色的战旗呢，他们误导大家。他说把这种哀悼受难的黑色战旗讲成开战的战旗，这很可能是认知作战。那其实旗子有没有升起来？有啊。这伊朗黑色旗子就是升起来啊，那只是说有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哀悼，有些认为说这是一种长远来说的一种复仇的之意。那其实事实上就有存在这个东西，也不懂他们到底觉得这个认知作战在哪里，就只是说伊朗升了这样的一个旗，大家的解读可能不同，就变成一种认知作战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真的是杯弓蛇影或者是说看到影子就开枪已经处处都充满着他们口中所说的有人在介入选举。那我们来看看真正想要介入选举的会是谁呢？美国现在一直在示警说，北京不要攻击这个什么菲律宾船只不然要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他说警告中国不要对菲律宾进行违法跟危险的行为。那中国对于美国的盟友有任何的攻击行动，都会触犯到这个华盛顿与马尼拉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菲律宾的防长也讲说，现在会加强这个南海这边的多边行动，包含了自由航行巡逻，所以呢，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参与加入我们的抗争行动。那我们看看美国的前官员这个国防部的前官员薛瑞福，他提到了，他说现在这个以巴冲突连中国大陆都在紧盯，但紧盯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利用以巴冲突的机会来增添自身的外交的优势所以美国也会在印太这边部署资源配置，那可能也会影响到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配置上面的变动。
中国就是好像紧盯这样子的机会啊，就要开始释放这种言论哦。那反倒是美国动作挺大，在太平洋8岛国这边来打造海底电缆哦，就是像是什么巴纽啊、马绍尔群岛啊、所罗门啊，现在开始说要加强网络安全韧性哦，所以要这样子用 Google 来为这8个岛国来打造海底的电缆。那再来，我们看到日本这边有一些这种军事上动作，就说，为了要防止台海的冲突，他们的冲绳部队将由旅团升格为师团哦，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钓鱼台海域附近哦活动常态化，所以呢，冲绳变成了一个跟中方对峙的最前线，所以他们就要赶快就是变成升格为师团这样子的一个规模规格。那西方继续在制造这个中国威胁论。五角大厦讲到，他说现在解放军新型的飞弹核潜舰已经下水了，在过去18个月，看到中国的造船厂有一些改装的潜舰，像是093B 型的这个导引飞弹潜舰，这给予中国呢解放军海陆攻击能力，追赶曾是属于美国和俄罗斯潜艇的投射能力哦，也就是说感觉上面军力大增。那另外看到了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个新潜艇的高度引升。那这个有望在2030年096型的这个弹道导弹的潜艇也会投入使用。那他说这是得力于俄罗斯有帮助他所以在这个静音的设备取得了非常多的突破。那预计呢，新一代的潜舰这超高引升的技术将会对于美国还有一些盟友的追踪都会构成一些挑战。那但是现在的确，中国大陆他们造舰的能力非常的强，已经变成多达美国的232倍美国现在还忙着在找船坞这截至2022年，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370艘水面舰跟潜艇。那冷战以来其实美国的速度是一直不断在趋缓，甚至很多的干务设施状况都已经很差，还必须得要超过了使用的年限，还继续在使用。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赖清德要夸赞蔡英文的建树，我100%同意。蔡英文真的有很多的建树，只是赖清德夸赞的对象不对。他应该夸赞蔡英文好厉害搞了一个高端疫苗公司，让我们台湾的疫苗产业有个新的发展的契机。搞了很多的光电产业，让我们台南成为光电的家乡，让我们台湾海岸线充满了所有的风电的设备。每一支风电钱不够，还要准备8000亿给他，这么有魄力，要拿8000亿给风电厂商去融资，这个通都是蔡英文的建树啊。赖清德怎么这种正面的、光辉的、了不起的建树你不讲？你讲这什么东西啊？什么缩小公司立学费差距，那个是小儿科，那个行政院长就可以做了，那谈不上总统的工作了哈。而且更重要就是说，蔡英文更加厉害。能够邀请到裴洛西来台湾访问，而且能够在美国见了麦卡锡，然后使得解放军有口实、有机会、有理由跨越海峡中线，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功德啊！为什么赖清德不赞美呢？我搞不清楚，这个才是上了新闻版面的。其他他讲的那时候针对中低收入户的额外的补助啊，然后朱泽民主机长就公开打你枪啊！你越搞贫富差距越大，你怎么弄的你说他期待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维持中立，会不会太搞笑了一点？这种人就不是你会期待的对象。用这个人就是民进党用来做保镖来给国民党东卡一下什么4大公投啊。国民党那时推动4大公投，他在这里给你卡一下，那里给你卡一下，反正所有能卡他都能卡，只要对民进党有利，他无所不卡。这个忠心耿耿啊！黑色战旗其实怎么会是中美先讲的呢？黑色战旗最早讲的是谁 ？New York Times。那第一个时间我早上一看到就是我订电子版，那随时传给我，一看，我觉得很怪。后来伊朗有出来否认那我不晓得我们的国安人士是不是国安局长蔡明彦是不是？你水平怎么这么差？难道你应该英文不错啊？你看不懂《纽约时报》怎么报道？中国大陆的媒体还落后于《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啦。如果国安人士这种水平的，我们台湾不会有国安啦。美国说，北京不要攻击菲律宾的船只，那美国要先讲清楚，到底仁爱礁是谁的领土？先讲清楚嘛。仁爱礁在中间，左边有个美济礁，是中国的领土；右边有个仙宾礁，是中国的领土。是你菲律宾趁着台风夜偷偷摸摸拖了一架破船在那边放着，表示你要占领。那请问一下，中国可不可以拖一个破船就放在那个什么最近那个夏威夷刚刚烧掉那个岛表示这是我中国领土，可以这样做吗？
那你如果美国不说这个仁爱礁是菲律宾的领土，你凭什么是启动所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说不客气一点，在南海的话，中国也越来越不怕你美国了啦。所以这个拜登是为了选举叫嚣，不用去理他了。那对这个美澳协议要砸6500万呢，帮这8个岛国啊去盖海底电缆，找 Google 来施工啊，早就该做了。你把岛国以前是交给澳大利亚去管，这是你的辖区，因为这些岛国以前都是2次大战美军的占领地嘛，所以你有义务，你有责任去发展它嘛。就你现在怎么样，把它晾在那边，等到中国要进来的时候，你害怕被中国中间抢亲啊，你赶快去给嫁妆啊，给聘金啊，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不是什么坏事，大家互相竞争嘛。这个西方说中国威胁。在西方任何一个有比较强大起来，以前日本他会觉得日本威胁啊，这个中国起来他也觉得中国威胁，这个不是什么新消息。但是我对解放军是很有意见的，他现在才开始把这个核潜舰啊、战略核潜艇也好、攻击核潜艇也好，解放军的在这方面的数量是远输于美国，这是不对的。不管是吨位、排水量都输于美国，这是不对的。而且核子武器的数量现在才500颗嘛，那虽然是2035年到1000颗，加油。好，来请教杨老师。谈到贫富差距各位，40年前我们就在讲台湾的贫富差距，多么的就是说平均并没有太过于这个太大的差异，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那个比例差别并不大耶。以前我们说4倍，现在说6.15倍。重点来了，是前面的20%的收入跟底下的20%的收入，精细核细你还用上面的20%跟下面20%？对不起，下面的是50%都没差别了啦。其实台湾最有钱，现在跟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那个上面的10%、5%、1%占据的绝大部分的财富。你还用20%来比，然后呢，事实上也已经是过去这10年不断的在恶化。另外一个数字你知道日本昨天 IMF 公布日本即将会从第3大经济体掉到第4大，因为德国今年会超越。对，而日本的人均 GDP 今年是33000块美金，你知道台湾去年2022年是多少？人均 GDP32000块。我们有跟日本这么接近吗？没有嘛。那是怎么回事？其实也许这20年我们的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真的赚很大，对，他们的获利很高，而日本这方面很弱，还是他们的传统的制造业，然后呢人口基数比较大，所以平均下来也许有这样子一个数字的这么接近。但是你知我知，台湾人都知，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50%、60%、70%以下的这些基层老百姓很辛苦你也拿底下20%跟上面20%在比，全部都在那个主要的10%甚至5%还是1%的这些人嘛，对不对？民进党你那些金主就是这些人嘛，所以这些的这个比较大家要真的看清楚，也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被这些数字的魔术数字被你给搞混了。至于在这个菲律宾的，就是说仁爱礁这个部分，各位其实你把那个图找出来看它那个小船很清楚，它在接近早上6点钟的时候接近的时候，它那个水流已经跟那个中国大陆海警船很接近的时候呢，它其实比较灵活，它应该可以左转它站在左边，结果它是急向右转，它撞上来的，根本就是不是碰撞，是碰瓷，那个图都好清楚然后呢，8点钟的时候，发现这样子一个小碰瓷没什么，因为也没造成这个任何的这个损伤，不管是大的船还是小的船，所以8点钟的时候，菲律宾的海警船呢再碰一下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这个铁壳船，连续2次。那这种操作，其实马上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就说，我们跟菲律宾在一起谴责中国。我就觉得根本都是跟美国报告过，或者是讲好。然后美国，你看，果然拜登就这样子讲话，一个就是岛屿冲突尤其他是这个跟渔船或者是说补给的这个问题停留，现在这个冲突的这个阶层还并不是很高，你一下子就把它无限上纲，变成说我要跟
菲律宾共同行使这个共同防御的这个条约，其实这就是在介入南海议题。那至于说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各位你知道他前几天跑到九州去要看，就是在我们旁边那个石垣岛跟与那国岛碰到台湾如果有事的时候，首先撤离上面的12万人，台湾有事，日本先撤离，这才是正确的解读。好，来请教将军。对赖清德夸蔡英文的建树，我认为这个是自曝其短，而且现在贫富差距那么大，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市井小民、升斗小民过了什么日子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我们看了这7年多的经济的成长，我们是最差的。我们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7年前的国民所得是8016块美元。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大陆的国民所得已经增加到12741块，整整成长了60%。那大家会说，因为中国大陆它基底比较低嘛，上升的空间比较大。好，那我们现在看新加坡。新加坡在7年前的时候，它的国民所得是55684块钱美元。新加坡在去年2022年的它的国民所得是82808块美元，整整新加坡成长了50%。你看新加坡，它从5万多块现在变成8万多块美金。那我们台湾从2万2000多块美元涨到去年的2022年的3万2000多块美元，成长了40%。新加坡成长了50%，中国大陆成长了60%。这个3地都是华人嘛，新加坡有将近80%是华人，这很清楚的。而且他所得那么高，5万多涨到8万多块钱。你看我们台湾是最差，我们也输中共，也输过新加坡，我们台湾是垫底，是第3，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倒是认为很多事情要报喜不报忧，选择性的报道，讲自己好的，自己差的就不来报，这个有点何不食肉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就是好像这以前这个状况又产生了。我认为应该多为这个基层的老百姓这些市井小民、升斗小民的生活去为他们去设想，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我们的少子化创最低的记录？因为年轻人生活很苦啊，他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怎么生孩子？最重要就是说，生育率决定人民生活的好还不好。人民生活不好，他不会生孩子，因为他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去养孩子呢？所以我们看生育率创最低。好，那我们现在看了国军，我把这个时间缩短看国军，国军也是一样状况啊，这些状况也是不断的，边线比创所有纪录最低15万5千人，怎么打仗？国军边线比那么低，招不到，退场机制破纪录，退场机制的话，这个去年4000多人，今年可能要破5000人，不干走了，打报告走了，变成退场机制都走了，没有人来当兵。这个志愿役招不到人，退场都跑掉了，仗还没打，人先跑，变成这个状况。所以他认为还有军纪事件掉枪、掉弹甚至刺针飞弹的发射筒都掉了，军纪共谍案太多了。我认为要这个，你这个只会报喜不报忧。还有外交也是一样创这个22国家断交9个国家断交创世界纪录，断交41%，因为22个断交9个就是41%。断交的世界纪录，空前绝后，可能不会有这个国家断交率是那么高的这个断交了40%。我认为不要报喜不报忧，诚实面对才是务本之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